哪些数据可以证明比特币的小牛已经彻底结束了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可以打开下方 Bitcoin Dominance， 也就是比特币和 Bitcoin Dominance 的对照图表。那我们如果拉回我们前一轮小牛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啊，当我们还在上涨，当我们还没有暴力跌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 Bitcoin Dominance 比特币优势指数呢，它不断的往上走，这可以表示当比特币在上涨的时候啊，比特币它是引领整个加密货币一起上涨，也就是由比特币带动的上涨啊。比特币相对于其他的加密货币来说呢，涨幅是要更猛的。那在下跌的时候呢，也要跌得更少。不过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小牛结束过后呢，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它下破过后，我们后面所产生的震荡，你可以发现 Bitcoin Dominance 它在不断的下跌，就可以表示啊，当时我们在走这一段区域的时候呢，比特币它相对于山寨币是相较弱势的。那直到我们减半行情开始的时候呢，比特币在上涨，然后比特币优势指数它也是有跟上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基本上比较健康的这种上涨呢，Bitcoin Dominance 它都是有跟上的。而且当比特币优势指数啊，它在开始回落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了震荡或者说震荡下跌的行情。那我也会认为呢，如果我们拉来我们当前的盘面啊，它一样也是适用的。我们可以发现呢，当我们比特币啊从15000美金往上拉升的时候，也就是这段行情 ，Bitcoin Dominance 它也在不断的往上走。那直到呢，我们碰到了前高过后，然后比特币开始回落，那你也可以发现哦，Bitcoin Dominance 它也有所反应，它也开始回落。那如果我们专门打开 Bitcoin Dominance 的图表呢，我们可以发现哦，大约在48.5左右，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互换，这里是很明确的阻力、这几个位置，还有这里有阻力的效果。那我们到后面呢，突破过后，它目前暂时踩成支撑了。不过，如果说我们这个支撑并没有踩稳，然后往下跌破的话呢，也就是产生这种行情，那么我认为啊，我们比特币呢也会有更深度的回落，或者至少是震荡下跌的行情，就如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P 500吧，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的情况吧。其实标普500呢，我们从日线来看啊，目前这个顶部的形态感觉是愈发成熟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头肩顶了，而且是日线级别的哦。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上涨当中还没有见到的情况。其实我们这波上涨也已经持续了很久了。这波上涨我们是从2022年的10月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大约走了很接近1年的时间了。这一年的上涨呢，极有可能画下句号。如果我们从这个头肩顶跌破的话，那我们至少会迎来一波修正。其实我们在下方呢，我们之前有谈到啊，大约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1450美金的左右呢，不好意思哦，1400左右的这个位置哦，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互换，然后这个位置它一直都有主力的角色。那如果说我们往下回落的话呢，我们确实是可以期待我们在4160美金左右呢获得一定的支撑了。不过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这个头肩的目标价位。当然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稍作测量的话呢，它大约会比这个强劲的互换呢再往下打一点位置。其实我们目前呢所受阻的区域呢，它刚好是前面，我们可以把它很明确的画出来啊，就在这个地方，4500美金，4500左右，你可以看到这里，阻力，支撑，阻力。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所受阻的。如果我们拉到我们当前的盘面，你可以发现它头部的位置还有右肩的位置呢，都是基本上都在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要开启真正的大多头的话呢，当然比特币很多时候它还是跟着美股走的，要看美股脸色嘛。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启美股的大多头，也就是我们下一轮上涨，它至少要突破前高。这个前高的位置呢是4800左右。那我们很明确的可以发现呢，我们当前呢其实离前高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可以复盘一下美股，它只要每次突破前高，它都会有一波很不错的上涨。你可以看，那美股这个标的呢，它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也都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强势的。那当然，我们可以选一些比较经典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当时呢，这个高点也就是在新冠疫情出来之前所创出来的高点嘛。那后来，新冠出来之后呢，非常多的标的都开始暴跌。不过修复回来过后，一旦我们突破了前高，后面呢，你可以发现它就是非常狂暴的上涨嘛。当时非常多的股市呢都是走得很疯狂的。那我也认为呢，我们当前呢，如果能突破前高，我们一样能复刻之前的走势。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其实美股的强势呢，这个是只要稍作复盘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到的。还有我们当时呢，在2015年所创出来的高点虽然我们当时产生了一些震荡，这里有震荡盘整之后呢，一旦我们突破前高了，那我们后续呢就产生了一波非常狂暴的多头行情这波多头行情是走得很稳的。那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可能就要到2008年当时的危机啦。当时金融海啸呢，我相信也是我们现在这20-30岁的人，我相信会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你可以看到2008年我们暴跌过后呢，我们一样，虽然说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突破前高，但我们一旦突破前高呢，随之来的就是非常非常狂暴的上涨。其实我们再往前复盘呢，你也可以发现它也有非常非常雷同的效果。那如果说再往前看的话呢，这一次确实就它到了前高附近，然后受阻回落了。那当时是1999的网络泡沫嘛 ，OK。其实再往前复盘呢，你也可以发现其实美股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势的标的，就近几十年来看，其实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周期但是要比比特币长得多，毕竟比特币是在2013年才，不好意思，比特币是在2008、2009左右才问世的嘛。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比特币呢，我们可以把级别再切小一些来看一下。我们切到日线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当前所形成的这波走势我个人认为呢，跟我们之前有一个地方它非常非常相像，真的很像的，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震荡。我们一样是下跌过后，然后产生的这种微幅的幅度比较小的区间震荡，那当然随后是下破了。而且我们在下破之前呢，我们其实又走出一个双顶的结构 ，double top。那这个双顶走出来之后呢，其实这个双顶是非常完美的，它的右边第二个顶呢是比第一个顶要来得更低，而且它下破过后呢，它就完全的气力放尽，直接进行了暴跌。那其实我们也是在一波下跌走势当中呢，然后找一个顶部的结构。这个顶部的结构它一旦成立了，哇，那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时机。而且后续你也可以看到，它确实也产生了很大一波的行情。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当前的盘面上呢，你也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来看，目前呢，我们也是在一波空头走势当中，然后也出现了一个顶部的结构。不过这次不是双顶这次我们走的是头肩顶。那这个头肩顶呢，我们切到4小时来看呢，我认为它走的非常非常的完美。我也认为它是可以看着这个结构呢去操作的。当然，我们等待的是它跌破颈线的机会。那其实当前的盘面呢，并没有破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也就是55天的震荡的最大的限度极限就是55天，因为我们在上面走的是54、55天嘛。那我们在下方呢，我也会认为要在54、55天之内就得出行情，大约会在10月中之前。如果我们在10月中之前还没有出行情的话，那盘面呢就会渐渐的空头的优势就会丧失所以我们对空头来说呢，在10月半之前，我们就必须看到比特币有一个很暴力的跌破，不然盘面呢就会渐渐的对空头的优势就会失去了。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而且这个现金呢，你是可以直接提币的。当然了，活动时间是要到9月底，它才会发送，而且这只限定给新用户。你只要是新用户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而且不用做任何的交易。非常欢迎各位可以来拿下面的现金奖励。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